明洪武10年，朱元璋派汝南侯梅思祖到钦州训练兵马，梅思祖要求带家中子直一起去见见世面，朱元璋没有反对。于是朱元璋在梅思祖身后看到一个英俊的后生，这个后生名叫梅英。当时朱元璋的嫡女宁国公主刚满14岁，正是待嫁的年龄，朱元璋便做主封梅英为驸马都尉，迎娶宁国公主。洪武年间，梅英无疑是朱元璋众多女婿中最受倚重的一个。朱元璋驾崩前曾召梅英入宫，成为他的托孤大臣。朱棣起兵靖难时，梅英手握40万兵马镇守淮安，实力足以颠覆整个战局。但奇怪的是，梅英的名字在整个靖难之役里面并不突出，而在朱棣登基后，堂堂驸马皇帝的亲妹夫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明太祖朱元璋一生有26子16女，其中宁国公主是马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女儿，她比四哥朱棣小4岁，作为嫡女，从小备受朱元璋宠爱。洪武11年，宁国公主14岁，朱元璋在诸位勋爵子弟中挑来挑去，最终挑中了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梅英。梅思祖是河南商丘人，早年曾在王保保帐下为元朝效力。王保保心胸狭窄，他麾下的梅思祖等人纷纷叛逃。梅思祖最初投奔了刘福通，王保保一怒之下将梅思祖的父亲碎尸万段。后来刘福通逐渐示弱，梅思祖又投降了张士诚，后来被张士诚派去镇守淮安。4州之战时，梅思祖自知不是徐达的对手，便献城投降，归入朱元璋麾下。梅思祖后来跟随徐达讨伐张士诚，北伐元朝，立下赫赫战功。洪武3年，朱元璋大封功臣，梅思祖被封为汝南侯，世袭罔替。但这份富贵不是没有代价。梅思祖当年投降徐达的时候，张士诚恼怒地杀了梅思祖的几个兄弟，在被杀的人中就包括梅英的父亲。正因如此，梅思祖才把梅英当亲生儿子看待，不仅请名师教导梅英学习经史，还有意培养他熟悉军事。事实证明，朱元璋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梅英毕竟为人恭谨，还有勇有谋。在朱元璋的众多女婿中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梅英。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病逝，朱元璋最终立朱标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。由于当时诸位藩王年长，而储君年幼，朱元璋驾崩前曾托孤于梅英，让后者辅佐朱允文。只是梅英没想到，他这个托孤大臣不是一般的难当。朱允文继位后，立刻开始大刀阔斧的削藩。梅英作为托孤大臣，不建议朱允文如此急迫的削藩，但朱允文踌躇满志，并不听他的劝阻。建文4年的灵璧之战前，朱棣绕过济南，直击灵璧，锐不可当。朱允文一方面派平安、何福到灵璧布防，另外召来他的姑父梅英，让梅英率兵镇守淮安。朱允文为何要梅英镇守淮安呢？一方面因为他手中已无人可用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梅英的叔叔梅思祖曾在淮安经营多年，梅英对淮安相对熟悉。梅英到达淮安后，兢兢业业做好防御，纪律严明。建文4年4月，朱棣在灵璧击败何福，随后生擒平安。接下来朱棣南下的路线有2条，第一是由淮安沿运河南下镇江，再直逼南京；第二是经过4州，渡淮河，下阳扬州，再进军南京。巧合的是，镇守淮安的正是朱棣的亲妹夫梅英。有了这层关系，朱棣当然选第一条路线。于是朱棣写信给梅英，希望妹夫能让出道路，让燕军顺利通过淮安。朱棣给梅英写的第一封信说得比较委婉，朱棣说自己要到南京进香，希望梅英给个方便。梅英回复朱棣，先帝崩前曾下旨，让诸王在藩地不用来京城祭拜，你违背了先帝的意思，是不孝。朱棣大怒，第2封信就直白得多，说自己要到南京亲军策。梅英将朱棣送信的使者的鼻子和耳朵割掉，对使者说，我留下你的嘴巴，回去告诉燕王什么是君臣大义。梅英的拒绝让朱棣没了脾气。根据相关史料记载，梅英在淮安拥兵40万，朱棣不敢和梅英硬碰硬，朱棣只能选第2条路线，他从灵璧直接渡淮河，攻占4州。虽然这一战比较艰苦，但在燕军将领邱福、朱能的带领下，最终拿下4州。接下来朱棣直捣扬州，渡过长江，
把梅因所在的淮安甩到身后。朱棣绕过淮安，直接从扬州杀到了南京城外。最后，南京城陷，明朝换了主人，朱棣正式登基。朱棣登基后，梅因仍在淮安。朱棣逼宁国公主写下血书，派人将血书送往淮安，劝梅因投降。梅因得到妻子的血书后，得知建文帝已死，痛哭不已，而后决定来南京见朱棣。到了南京，朱棣说：“驸马爷劳苦功高啊。”梅因说：“劳而无功，徒留愧疚而已。”朱棣听完不太高兴。从朱棣的表现可以看出，梅因这话有讽刺之意。既然梅因不服朱棣，为何当初没有挥兵救驾呢？事实上，这也是梅因在历史上最被人诟病的一点。有人甚至说他在隔岸观火，两头下注。但事实上，由于朱棣前进的太快，从梅因拒绝朱棣到朱棣兵临南京城下，其实只有短短的20天的时间。而这20多天里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：镇守长江的盛庸被朱棣打败，镇江也失守了。换句话说，淮安的消息通道已经被朱棣彻底切断。梅因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。再说，梅因的任务是镇守淮安，在没有接到建文帝要他救驾的诏令时，他没有魄力贸然带兵前往京城。当时被称作铁骨铮铮的名臣铁铉在济南，消息中断，他也没有及时救驾。铁铉和梅因当时的处境是一样的，只是铁铉后来选择宁死不屈，而梅因选择了向朱棣低头而已。梅因是朱元璋的托孤大臣，当初他不愿意让朱棣从淮安通过，就是因为朱允炆仍在位。但他和铁铉不同的是，他除了是臣子，还是皇亲国戚，只要明朝的皇帝还姓朱，他的屈服在道义上还勉强说得过去。但梅因毕竟是建文旧臣，朱棣虽然在表面上接受梅因，但实际上并不放心，而梅因的低头也是很勉强的。梅因心中不平，有时难免从言辞行为中表现出来。永乐2年，御史陈英向朱棣弹劾梅因，说梅因在家中培养死士，而且还私下里诅咒朱棣。朱棣对陈英说：“朕自处之。”朱棣的意思是，梅因的事你别管，我自会处理。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，朱棣对梅因的处理竟然如此极端。永乐3年10月，天气已冷，梅因像往常一样上朝，在经过达桥的时候遇到了2个人，分别是前军都督佥事谭申、锦衣卫指挥赵熙。梅因起初没在意，不料这2人竟然把梅因挤到了桥底下。可怜梅因，当朝驸马朱棣的亲妹夫，掉进桥下的冷水中后，竟然无人施救，最后被活活淹死了。梅因死后，宁国公主不干了，她怀疑谭申、赵熙是受朱棣指使入宫找朱棣理论。当着妹妹的面，朱棣当然说此事非朕所为。但宁国公主哪这么容易被说服？朱棣为了给妹妹一个交代，提出严审谭申、赵熙2人，最后要将2人杀掉为梅因报仇。滑稽的是，谭申、赵熙2人没料到朱棣会杀自己，听闻此讯后竟然说了实话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，谭申、赵熙2人经不住严审，最后竟然说这一切都是皇上命我们干的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朱棣听闻后气得不得了，立即命人将他们的牙齿打落，不让他们说话，然后将人杀了。通过这些事情，梅因的死因可谓一目了然。最后为了安抚妹妹，朱棣封赏了梅因的2个儿子。然后朱棣对妹妹宁国公主说：“我已经帮你找出凶手了，你就不要再难为自己了。”接着朱棣又对2个外甥说：“如果不念及你们的母亲，你们哪有今天？”朱棣之所以要暗害梅因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梅因身上。梅因从小熟读经史，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他的血液。他当初虽然勉强接受了朱棣登基的事实，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耿耿于怀。他明白要明哲保身，所以成不了方孝孺那般的烈士，也明白君臣大义，所以没法像李景龙一样谄媚屈膝。司马光在《四言明细述》中说：“尽心于人曰忠，不欺于己曰信。”梅因不是奸臣，但他最后也没有做到忠信2字，他只是一个想做高尚的读书人而又没有做到的悲情人物而已。